大家好，這幾天正是吃娃娃菜的季節，冬天的娃娃菜吃起來特別的脆甜，而且價格也很實惠。今天就用娃娃菜跟大家分享一個在飯店很有特色的涼拌菜做法，吃起來爽口解膩，香味濃郁，下酒又下飯，做法也特別的簡單，幾分鐘就能夠學會。喜歡的朋友可以試試。首先來準備一把粉絲，最好是挑選質量比較好的，放入盆中後，倒入溫水浸泡20分鐘。再來準備一顆娃娃菜，這個季節娃娃菜吃起來口感特別的脆甜，一定要買這種新鮮水分足的，吃起來口感更好。接着把娃娃菜一片一片的掰開，放入一個大點的盆中，這樣主要是方便清洗乾淨，特別是娃娃菜的根部最容易殘留些泥沙。全部掰好後，放上1小勺的食鹽，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，用手攪動幾下，這樣就形成了淡鹽水，能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。最好是浸泡5分鐘再来清洗，這樣能夠很好的去除掉一些其他殘留，吃起来更健康。再来準備配菜，香菜1顆，主要是增加香味，把不好的葉子和根須去掉不要。不喜歡吃香菜的，放上一些香芹或者是小蔥、洋蔥都可以。再把浸泡過的娃娃菜多清洗2遍。一定要清洗至沒有泥沙後，再撈出控乾水分。沒有這種娃娃菜的，用大白菜的菜心也可以做。清洗乾淨後撈出。這個香菜桿的位置最容易殘留些泥沙，一定要多清洗幾遍。接着來改刀。把这個娃娃菜的桿和葉子一定要分開切，像這種偏厚的一定要從中間片開，這樣切出的絲就不會那麼太厚。再切成細絲。白菜葉也是同樣的切法。可以看一下這個方法切出的娃娃菜粗細是不是特別的均勻，而且盡量切細點，因為做涼拌菜吃起來更爽口，更好入味。如果是偏厚的白菜幫，一定要再多片上一層，這樣切出的絲會更細。全部切好後，裝入一個大點的盆中，放上小半勺的食鹽，再倒上多一些的凉白開或者是純净水，浸泡10分鐘左右。再來準備小料，大蒜稍微多一點，先拍破再剁碎，一定要剁細點，做涼拌菜更好出香味，而且又起到殺菌的作用。剁细後裝入小盆中，再來準備少許的紅辣椒，這個主要是搭配顏色，喜歡吃偏辣一點的可以切上一些小米辣。切成細絲後和娃娃菜放在一起，再把香菜改刀切成段，接着在剁好的蒜末中，根據個人的口味放上一些乾紅花椒和辣椒段，增加一些香辣的味道。再放上一些炒熟的白芝麻，丰富口感，增加香味。用勺子先攪拌均勻，這樣澆入熱油的時候，既不易糊，更好出香辣味。接下來起鍋燒油，最好是用蔥油。不知道蔥油怎麼熬的，可以看我前面視頻。油溫燒至6成熱，
澆入花椒、辣椒和蒜末中，激發出香味。一定要分2到3次放入肉油，切记不要一次倒入，這樣香味才會更濃郁。用筷子攪動幾下，受熱更均勻，再次澆入熱油。把粉絲一定要泡軟成這樣的透明狀就可以了，然後把水倒掉，像這樣從中間用線繩直接拽斷就可以。這個粉絲已經泡得很軟了，不用焯水。娃娃菜通過10分鐘的浸泡，然後撈出控乾水分，這樣吃起來會更爽脆一些。再來調味，放上適量的鹽，2小勺的白糖大概10克，再倒上15克的米醋，然後用筷子攪拌均勻。這個料汁的味道吃起來就是胡辣酸甜。當然，這個糖的量和醋的量可以根据個人的口味來定。再把控干水分的娃娃菜倒入盆中，再放入剪好的粉絲，再澆入提前調好的料汁。這個粉絲盡量剪短一點，更方便食用。然後用筷子慢慢的翻拌均勻。像這樣浸泡過的娃娃菜，只要把水分控干後，拌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會出水，而且吃起來的口感還會更脆嫩一些。最後再倒入切好的香菜段，再次翻拌幾下，只要拌匀就可以了，時間不需要太長。這裡面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放上一些堅果或者是其他的配菜，吃起來口感層次更豐富，然後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尤其是馬上要快過年了，餐桌上的大魚大肉吃得比較膩，來上這麼一盤拌娃娃菜，保證比大魚大肉都受歡迎，非常的爽口，而且還解膩。做上這麼一盤，成本不到2塊錢。要想做出来拌娃娃菜好吃，一定要掌握好這些步驟和技巧，保證讓你做出來的比飯店還好吃。清脆爽口、開胃解膩的炝拌娃娃菜就做好了。喜歡的朋友記得幫忙點讚、評論、轉發、收藏。我們明天再見。